聊天了啊。今天咱们那个日本公司史前考古系列开个新坑，聊一聊著名的任天堂。就算您不玩游戏，可能也知道什么马里奥、皮卡丘这些任天堂游戏里的角色。您要是现在去日本大阪的环球影城，最火的一个区就是超级任天堂世界。我去过啊，还不错，挺适合打卡拍照发朋友圈的。您要是玩游戏的话，那就更熟了。那些经典的游戏主机咱们不提，就说什么马里奥系列、塞尔达系列、星之卡比、宝可梦、动物森友会啊等等，太多了。反正在我心里，这是我最爱的一家日本公司，没有之一。我记得1980几年那会儿，我还上小学呢，我爸就给我买了台红白机啊。当然了，我那个肯定是国内山寨的任天堂。你记得那玩意儿还挺贵的，跟北京的西单商场一台游戏机加一个8合1的游戏卡，280人民币，差不多是那会儿我爸1个月工资了。好了，咱们不唠闲篇了，书归正传，开始正式说说这个任天堂帝国的100年风云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啊，电子游戏这个行业其实就是科技加娱乐，所以这行业里边很多公司的名称都有点这感觉。你比如说索尼 SONY， 前面这个 SO 其实是拉丁文声音的意思，后面的 NY 呢是英文年轻人的词尾，组合起来就是一个以声音为核心技术的年轻的公司。当年索尼是做音响起家的嘛，听着就有科技感。还比如说游戏行业还有家公司世嘉 Sega， 名字就是 Service Game 头2个字母的组合，通过游戏提供服务，娱乐精神也拉得很满。可您听任天堂啊，这名字要不说啊，感觉像药铺、同仁堂嘛，或者是饭馆。当年北京有8大堂，什么汇丰堂、福寿堂的，再来个任天堂，一点违和感都没有。所以说最早任天堂就不是一个电子游戏公司。往前倒100多年前，1889年，那一年《华尔街日报》刚创刊，埃菲尔铁塔刚建成，卓别林和希特勒刚出生，在中国呢，光绪皇上刚亲政，在日本的京都有一个叫山内房治郎的日本人，开了一家买卖，名字高大上，叫山内房治郎商店。这就是任天堂的前身。其实就是一个前店后厂的小作坊，主营业务是制作花扎牌，一种日本传统的手工制作的卡牌，有点像中国的牌九。这个牌当时的主要用途啊，赌博。山内房治郎本行是一个石灰批发商人，开这个作坊主要其实也是想实现一下工匠的情怀。由于当时的日本啊，有很多这种职业的花扎牌玩家，或者叫赌徒，按照规矩呢，为了避免出千，每玩一局要开一副新牌，所以对花扎牌的需求量还不小。咱们这个房治郎同志的牌，因为工艺好，本身呢又有很不错的社会关系，所以还不错，很受欢迎。到了1902年，本来这生意顺风顺水的，出问题了。当时日本明治维新嘛，明治天皇为了净化社会风气，也为了增加财政收入，开始对花扎牌收重税，就跟现在卖烟草似的。可现在呢，烟草是机械生产，量大呀，花扎牌手工的产量不高，如果薄利的话，多销是肯定不可能的，所以这买卖就不好干了，赶快得找新的出路。这还不错，很快出路就来了。明治维新全面西化嘛，从西洋传来一个好东西，叫扑克牌。这太好了，都是牌呀，花什么不行？花扎牌赌具交重税，扑克牌呢玩具没事儿。所以1902年这年，任天堂在日本推出了第一副国产的扑克牌，也算是在游戏行业迈出了第一步。新产品上线得扩大销路啊，毕竟这个赌具和玩具它用户群体不一样。有一天啊，房治郎在那抽烟，商机发现了。当时的烟草啊都是民营的，
所以这些烟草商们为了能跟其他的同行竞争，都会呢放一些赠品。最常见的就是在烟盒里边放一张印着美女或者风景的小画片。于是咱们这位方志郎老师就找到了当时日本最大的烟草商，号称明治烟草王的叫村井吉兵卫，跟他说以后你这个香烟里这卡片都能不能都给我来印？这烟草商一听，凭什么呀？我们有供应商好吗？方志郎说：“你别急啊，你听我说啊。第一，我们是日本最好的花扎牌制造商，工艺好啊。就好像说您今天去星巴克，消费满100送一咖啡杯，拿过来一看，居然还是景德镇的，是不是显得这个活动会更有牌面一些？简单说就是用任天堂的品牌增加一下这个香烟的竞争力。另外呢，这个任天堂还给你做一套限定款的花扎牌或者扑克牌，你把它打散了，放在烟盒里边，这样你这个卡片如果能收集齐了，你就可以玩了，对吧？既有附加价值，还有娱乐性，还能提高你的销量，多好！你想啊，你凑一副扑克牌最少得买54盒烟啊！当一说，这个方志郎真的是好销售啊，一番话给烟草商说服了，有道理啊！当时就拍板决定合作。有了烟草这种庞大的全国性的销售渠道，扑克牌的生意一下就火了。咱们这位一代目社长山内房治郎也为任天堂这个100年企业注入了一个最重要的基因：产品好是应该的，有用户更重要。如果没有，自己出去找去。就这样又过了好多年，生意不错啊，但是有个新的问题。当时日本跟中国一样，这种家族企业都是父传子家天下的格局。可我们这个山内房治郎同志他没儿子，这家业以后给谁呀？好在日本有个叫续养子的制度，类似中国的倒插门女婿。没儿子的家庭可以让女婿做养子，让这个养子改自己的姓儿，以后就可以继承家业了。正好大女儿的女婿叫金田基良，一商量两边都合适，以后就叫山内基良了。这就是任天堂的2代目社长。山内基良是一个标准的守成型的领导，规规矩矩的，一切按创始人的路线去走。可能他最大的贡献呀，就是1933年给这公司起了个名儿，叫山内任天堂。任天堂这仨字儿就是他起的。多说一句啊，任天堂的正确读法叫任天堂。任天的意思就是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后来到了1947年，成立了株式会社万福，包揽了扑克牌、花扎牌从生产到流通的整个渠道，不折不扣的算是业内一哥了。不过呀，这个2代目社长跟他的养父兼老丈人遇到了同样的问题，也没儿子，怎么办？向老前辈学习。他也有个女婿叫稻叶陆之成，正说准备把这个买卖传给他呢，结果陆之成跟别的女人私奔跑了。这怎么办？不过也有贡献啊，跑之前给山内家生了个儿子，这小孩就是后来的任天堂第3代社长，一手开创了这个伟大游戏公司格局的山内溥。那会儿叫山内博啊，咱们为了方便就按他后边的名字一直念下去了。一般来说呀，小到企业，大到王朝更替，都有这么个规律，往往是第1代开拓，第2代守成，第3代完蛋或者再创新高。比如说当年的大清，第1代崇德帝皇太极定鼎中原，第2代呢顺治帝过渡一下，第3代就是著名的康熙大帝了，开启了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盛世王朝啊。所以第3代往往比较厉害。再往前明朝也是啊，朱元璋开国，建文帝过渡一下，在后边明成祖朱棣修永乐大典，郑和下西洋，北征蒙古，南平安南，什么著名的永乐盛世嘛。所以再回来说我们这位山内溥，很小时候就被定为了任天堂的3代目社长，将来的出路已经定了，年轻富3代，那先享受一下人生呗，是吧？于是搬到了东京，住在涩谷的豪宅里边，
一边在早稻田上学，一边享受人生，真叫享受啊！那会儿1947年，日本刚输掉二战，国内民生凋敝，那个穷啊！我们这位山内家这小少爷每天3大爱好：牛排、红酒、打台球。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可能是他这一辈子最爽的。就这样，到了大学4年级的时候，出事儿了。他祖父2代目社长山内吉良病危，把他叫回京都去，准备继承家业。结果这位山内溥少爷到病床前就跟他爷爷说你让我继承公司可以，但是有个条件，在这个公司里啊，以后山内家的人有我一个足够了，您把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全给我解雇了，不然我不干。没办法，就这么一个继承人，于是2代目就同意了。山内溥走马上任，这一年新中国成立，1949年，他22岁。从这个事儿啊，大概您能看出这人的性格了，杀伐决断，凡事就得自己说了算，心里也有主意，是吧？我一22岁一小孩，公司里要全是长辈，我说话谁听啊？所以您们还是离开吧。从这个山内溥接手公司以后，年轻人嘛，开始按自己的想法大刀阔斧的改革呀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他们家做花扎牌、扑克牌原来都是手工的，产能太低，引进现代化的机械生产，我这一下产能就提高了。可是你得把这提高的部分给卖出去，怎么办？2个办法。第一，扩大自己这块市场蛋糕的份额。1953年，任天堂生产了日本第一副塑料的扑克牌。别人的牌都是纸的，玩着玩着就烂了。任天堂的塑料牌耐用，根本不坏，掉水里都没事，那肯定受欢迎啊。再有第2点，得把这个市场蛋糕做大。1代目老房治郎说过，如果没有用户怎么办？自己找去。1959年，任天堂和美国迪士尼合作，也是首先在日本把米老鼠、唐老鸭这些人气的 IP 印到了扑克牌上。这个事儿啊，让扑克牌这个本来只属于成年人的玩具，一下拓展到了儿童的世界，开拓了一大块空白市场。迪士尼扑克发售第1年就卖了创纪录的60万盒。到1962年的时候，任天堂的扑克牌的份额占到了整个日本的70%。这个卖扑克牌的公司上市了，那一年山内溥才35岁。那公司上市了，有钱了，山内溥又做了2个事儿。第一，把公司的名称改成了今天的任天堂株式会社。第二呢，就得考虑一下公司下一步该怎么走了。毕竟一个做扑克牌的到这份上已经是摸到天花板了，必须要调整一下企业的发展方向。可这之后的路啊，有点曲折了。任天堂先后尝试了情人酒店、出租车、速食食品、婴儿车等等好多的行业结果也还不错，全都失败了。如果那会儿你要是面试进到任天堂这公司里的话，第一会奇怪咱们公司是干嘛的，一直都在改行。第二呢，会奇怪这公司怎么干什么都失败，老板到底靠不靠谱。可话又说回来啊，也万幸都失败了，要不然不就没有今天的任天堂了吗？其实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看他挑战过的这些行业，似乎是没有任何的关联，可非要说的话呢，好像只有一个共通点，都不是生活的必需品，面向的都是那些想让自己的生活更有趣一点的人。这就是山内溥社长给企业的新方向定的4个原则，叫彻底娱乐、理念创新、非必需品、力所能及。翻译过来就是在企业的能力范围内，通过创新的理念为用户带来一些虽然不是必须的，但却能带来快乐的东西。这也是今天仍然被任天堂所坚守的企业哲学。虽然经历了好多的失败，也赔了好多的钱，但是因为这个扑克牌的业务线呀，还能提供一个稳定的收入，所以公司也还能这样不死不活的勉强维持。这个困境一直到了一个人的出现，才让任天堂真正迎来了转机，
别开生面。这个人是谁啊？你瞧，今儿时间又差不多了，咱们先说个开头。你要是感兴趣，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。欲知后事如何呢？且听下回分解。